榆树修剪除了冬季，其他季节都可以进行，但修剪要做选择，处在针抽中的枝干就不要动它。像这种车子，不及时修剪长过头，有的从头来。在春季进行开阔拉弯或吊拉盘匝定型的理线，在这个时候要把它拆掉。拆除不及时，往后枝条针抽中就会产生线丝，使枝条形成抽序不均。这盆榆树是去年6月份上盆，主要的目的是对树根定型。做悬崖盆景成功的关键就在对树根的选择和培育。在选择悬崖桩材时，就要选像这种朝一个方向生长的树根，不然就会像这盆榆树一样，9年培育，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养根和调整上。悬崖盆景的树根能形成这种抓力，整个造型才会有下旋的树势，否则这片悬崖就会摇摇欲坠。选择悬崖桩材，除了树根，桩材的第一弯也是重点。像这样，主干第一弯出现大拐角是最理想的。主干的其他部分及出枝，主要是靠蓄养和调整中形成。这盆榆树原来就是一个枯面树兜，有了基本的根型和第一弯，才确定把它做悬崖盆景培育。主干的这个部分是靠接小叶兰榆培育出来的。榆树有很多品种，但它们的基本特征一样，只是出枝的密集程度和叶的大小不同。像大叶榆，只要装型好，可以通过嫁接改良。这盆榆树几乎只剩下一层皮，这个里面全空了。形成这种枯面有自然造法和后期的雕琢处理。这种枯面桩每年都要刷石榴合剂，阻止它腐烂。枯面桩材有长山岗，把它做成悬崖盆景，应该会有更深一层意境。悬崖盆景有逆境而生的表现力，主要在它与常见的树木生长方式截然不同。树的生长处在倒枝状态，这样就会使末端的枝条生长减弱。修剪中一定要注意，从上到下修剪的力度逐渐减小。这些是上端的枝条，生长会处在强势状态，而末端的枝获取养分少，增加修剪力度在上端，这样才能使上下枝在成型中基本保持一致。看看对这些枝条怎样修剪。悬崖盆景枝托的成型方向是向外扩张的，内侧不留枝，这是因为在自然状态下，悬崖树的阴面不具备枝条的生长条件，因此在悬崖盆景造型中也必须遵守这一自然规律进行。把生长反方向的枝剪掉，过长的枝剪短。像这个枝，去枝留弯，改变它的生长方向。肥缩枝条，既枝生长出来就要把它剪掉。对枝条除了修剪，多吊拉少盘匝。榆树用吊拉改变枝条的方向，成型会更快。对枝条定位后再蓄养针抽。修剪要按照造型的要求，将枝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。修剪后可逼出更多的侧枝，会使枝托逐渐丰满。榆树生长快，萌发力强，对榆树修剪的力度要稍微大一点。每一季枝最多留2个侧枝，长度控制在1寸左右。悬崖盆景枝托顺主干而下，成型的方向十分明确。要控制枝条不朝内生长。
像这样修剪后，引导枝托朝外形成。悬崖盆景的末端枝在生长中相对比较弱，也容易产生失枝，主要是上下供氧不均衡，对末端枝的修剪力度要小。尽量的保留枝的自然生长状态。榆树因造型不同，在修剪中对枝条的取舍会有所不同，但修剪的方法是基本一样的。像这盆悬崖盆景的修剪方法，去枝留弯、肥缩枝条、剪枝闭芽等等，在其他榆树造型中都会用到。榆树修剪完后，按正常的方式浇水，没有对根系修剪的榆树浇水，不会产生烂根。榆树产生烂根的主要原因是在修剪后没有出芽长叶时施肥，